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要边做边充电，不要做累才充电。边做边充电就是边做边学习的意思啦，也就是做中学，学中做。学就是在充电，那做呢就是在释放电能啦。那随时保持电力充足，蓄积能量，这样才会有蓄势待发的动力啊。那做累才充电呢？这个累有两个层面呢，那个一个是身累一个是心累啊。身累好处理啊，心累呢难处理啊。一个人如果每天忙到不知为何辛苦为何忙啊，结果呢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那这种忙碌呢反而是生活的危机啊。烦恼来了，那才要去寻找化解之道啊。虽然一般人都是这样做了但如果我们能未雨绸缪把功夫事先把它学起来所谓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样才会有备无患像我们手机在重要时刻没有电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身边有带着一个行动电源的话呢，立即救援，那这样还好啦。如果在重要时刻没电了，而身边又没有带着行动电源这样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了而如果这个时候正好又有重要的事情要传递，那可能小小的没电会造成大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生活经验但是很奇怪手机大家都会随时保持充电但心灵就不一定了这个就好像都照顾身体一样了那不管是吃饭啦、睡觉啦、看病啦、运动啦等等大家都是做得很积极，而且也很有效率那但是心灵呢所以今晚主题的这句话是在比喻如果我们心中有法，那即使心灵遭遇到了问题跟烦恼还是可以谈笑用兵让问题迎刃而解因为我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那相反的，如果心中没有法，而问题跟烦恼呢出现在眼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被猎人追逐的猎物，会惊慌失措，四处逃窜，那这个就苦不堪言了这个时候就叫做什么？没法度啦，没有办法渡过难关就叫做无法度啦那不断的学习呢，是为我们的知识充电不断的造福，也是在做无常来临前的充电不断的闻法，也是在为我们的心智充电不断的运动，也算是为健康充电嘛那做志工或接受不断的培训，那这也是在为生活的寄托跟生命的解脱而充电。那职场上的在职进修也是在为自己的竞争力呢跟永续经营呢而充电嘛。同理现在我们在读书会上线来参加我们这个读书会，也是在为自己充电充电就是在蓄积能量那什么时候要释放能量呢？这个就不知道孙子兵法里面有许多用兵之道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物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之物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不要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国家安全的信心是建立在随时准备作战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不能寄望于敌人的施舍，要备战，但是不求战那真的要战也是不畏战不怯战因为我们有所准备，意思是这样的那后面这一句呢，事无有以待之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心去依靠的这个是我们的什么永不松懈跟心有准备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啦。因为我们是料敌从宽呐，御敌从严呐，是严阵以待啊。那这个是用兵之道哦。那用法之道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祈祷了哈，天下无灾无难呐，但我们无法期待无常不要来哦，因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是娑婆世界的本质啊，谁都逃避不了，只有面对。尤其现在是佛经所预言的末法时期啊，也就是坏劫时期啊，大山灾、小山灾偏多。那不止如此哦，还有瘟疫跟战争嘛，现在有一些新型的传染病呢，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过的哦，也没有疫苗可以打哦。现在全球把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称为 X 病毒啊，那这个也是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的，所以我们不能天真的认为灾难不会来啊，或者是战争不会来啊，可以祈祷，但是呢，要祈祷他们，要祈求他们不发生啊，这个不是操之在我了哈。也因此呢，正言上人才说啊，今世的灾难呐，要有警示的觉悟啊。这个是指已经发生的一个灾难呢，拿它当教育啊，拿它当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安则思危，存则思亡啊。也是居安思危的无常观呐，也就是刚刚讲的嘛，勿视敌之不来啊。同理啊，勿视无常之不来啊，勿视危机之不来啊。不要以为他们不会来啊，这样讲就通了哦。这样子的危机意识建立起来还不够哦，还要去准备嘛，知道了还要去准备啊。有备就无患呐，无备就有患呐。那面对战争，我们要备战；面对灾难要备灾啊；面对变化要备案啊，道理都相通。平常就要随时用心准备好，这样任何紧急情况一到啊，才有办法立即释放能量啊，发挥旋乾转坤的力量啊。那这个就是养兵千日，用于一朝的道理嘛。那其实学佛千日，用于一朝也是这样的道理。但我们不能误会说哇，学佛一千个日子才能用于一朝，那这样佛法也不是很管用啊。那不是这样子意思哦。严格说来了人生的每一天呢，都是学佛千日的每一朝，也不是学佛3年才能用于一天呐。这个观念一定要理清楚啊。因为呢，人生就是不断的解决困难的过程，要让每一天的生活考验能够顺利过关斩将或要让每一天所面对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就要学习边学边用并且边用边学这就是刚刚讲的做中学，学中做还有做中觉，觉中悟就是学以致用跟解行并重的妙趣。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面这个习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大家把它解释成练习啦、温习啦、复习啦。其实这个习把它广义解释呢，也是有学以致用的意思哦。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学到的东西能够经常把它用出来这不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意思是这样子的。同理，学习到的佛法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不亦说乎心灵的成长需要日积月累不是一触可及要累积千日才能蕴藏用于一朝的能量那我们今晚的主题要边走边充电，不要做累才充电，就是这个意思啦。那兵要用于一朝，就要先做到养兵千日。那法要用于一朝，也是要先做到学佛千日。过程很重要。那事实上呢，
1000日都还不到3年呢，哪够啊？因为人生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哎。那这个1000日只是个形容词啦，指的是长期熏修啊，才会看到效果啦。用兵跟用法的道理是一样，兵可以1000日不用，但不能1日不练；法可以1000日不用，但不能1日不背。这个1日不练啊，跟1日不背呢，就是在充电的意思啦，都是在蓄积能量啊，也就是边做边充电呐，随时都在做准备，这样才不会以前我们讲过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法到用时方恨少，福到用时方恨少”啊。同理呀，如果你平常如果没有做好储蓄的习惯，银行存款不足，这个也会造成钱到用时方恨少，不是吗？对。那做累才充电哦，虽然在时效上是慢了一拍啊，没有电才来充，对啊，但终究好过了。做累了还不充电啊，做累了还不充电，就好像车子没电了却不充电，没油了还不加油啊，可想而知这辆车子是跑不动嘛。不过很奇怪哦，对车子大家都不会让它发生这种状况啊。可是对我们自己的心灵来讲呢，就常常陷入心灵的牢笼而无法处理哦。对车子是百般照顾啊，对心灵却是一屑不顾啊。同理，叫他买书，每一本他都嫌贵，可是面对美食呢，大快朵颐都不嫌贵啊。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颠倒嘛。那边跑边充电，边活边学习，意思就是文法不中断，求道不停歇。人一旦观念闭塞了，就好像血管阻塞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会造成猝死啊，有时候连急救的黄金时间都没有。那观念闭塞会造成什么？思维狭窄，道理不通，卡住了。那心已经不通，做起事来当然事也不通，所以才说心通路就通。人生碰到瓶颈或工作碰到瓶颈，其实是观念早就碰到瓶颈了。观念碰到瓶颈就是法脉不通嘛。血管碰到瓶颈就是血管不通啊，那不管是法脉不通或者血管不通都会造成循环有中空。一旦中空，就会空穴来风，那空穴来风最后就变成中风。对，那对治之道是什么呢？以身体来讲打通任督二脉以心灵来讲呢，就叫以心导管。用心导管把法髓导入体内，叫做法髓移植啊。那不管是装支架或绕道手术就好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心中的法脉通畅无比嘛，不让它中空嘛。所以观念是因啊，瓶颈是果啊。那看到这个瓶颈的果啊，就要想到这个瓶颈的因啊。要从因下去处理啊，生病了要看医生吃药，或做累了要让身体休息，这个是人之常情啊。生命也是照这样在运行嘛。我们常常在生病或生累之后呢，感觉自己力量不在或力不从心啊，希望借着短暂的休息或者充电，为的是要走更长远的路嘛。可是还没有疲倦就要休息。其实这个就叫做懒惰了。如果心已经疲惫了，那也不是靠善心就可以解决了，而是要调心。心一旦累了，即使躺在床上不做事都会很累。心一旦很烦，即使没做事也是很烦。所以人不怕忙，只怕烦。如果我们能够忙得有意义、有充实、有方向，因心智成长而心生欢喜啊，
叫做法喜嘛。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感觉累了。即使会累呢，也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兴致，还是兴致勃勃的。那这就是一种心事效应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呢，碰到事情或者工作做得不如意或者不开心，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可能也不全然是要休息哦，而是转换工作情境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充电嘛。就好像有些人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他周日他还要去爬山嘛，或者在院子里面修剪花草那他们只是转换个工作，就让身心愉快而达到休息的目的这个就是透过转换工作达到转换心境的目的嘛，这样也算是一种休息那真正的休息不是躺在那里不动或到风景区里面去人看人车挤车这样漫无目标的忙碌只会让身体更累如果以这种方式忙着休息还说不累，那不是身体不累了，而是心情很好因为心情好，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感觉累了这个叫做身累心不累了。那休闲虽然可以让身体很悠闲，但心灵不一定能够很清闲真正的休息刚刚讲完，也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情转换工作情境就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的那善心不能说是不好或不对了只是还不够就近没有对症下药了。那如果我们要做到事烦心闲，那个烦就是繁重的烦也可以的烦恼的烦也可以的事烦心闲的，那就要靠调心，也就是攻心为上攻尘为下了不是攻那个尘，攻里面的人心所以不是善心对，要调心这些人生的道理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学习有分有学跟无学这是佛法里面的用词那什么是有学跟无学呢？这个道理我懂了，我学到了，所以不必再学了这个叫做无学。这个道理我还听不懂，或听得懂但还做不到，所以这个还要继续学习，还有的学这个就是有学所以僧团中或志工团体中呢，有学者也有无学者心中如果常常存着有学的心态就是说还有的学学不完那这个就是常常觉得还有得学了那就会感觉什么学海无垠学无止境会警惕自己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中如果常常是存着无学的心态也就是常常觉得没什么好学的啦，都懂的啦，那这样就会因为好人不好学而好心做错事也会因为好勇不好学而有勇无谋，也会因为好刚不好学变成很刚强很自满自大的狂人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很行了不必再学了啦，那这个就是无学了那这种轻敌的心态也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呢，因为骄兵必败，不是吗？其实这个世界上那个额头比我们硬的人多的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正面去撞对，什么意思知道进还要学会退，要以退为进对，后退后进不是后退对，知道勇还要学习谋千万不要有勇无谋而变成匹夫之勇那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要绕道而行不要直来直往要学会曲直向前意思就是说人生有时候要懂得转个弯，路才会好走，不要直来直往，尤其有些事情呢更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因为欲速则不达好，知道坚定还要学习善巧，意思就是说要刚柔并济
软硬兼施啦，不是硬邦邦的或死板板的简单讲，就是要用4两去拨千斤呐，千万不要千斤去拨4两这个就辛苦了。所以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那这个就很可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嘛。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遇事不能取舍分寸，不懂得通权达变，就刚刚讲的嘛，死板板的啦，不会应变啦，不会变通啦，简单讲就是什么，单纯有余嘛，应变不足啦，这个是指憨厚老实不学习的人呐。那做人耿直是好事对，做人很正直嘛，做人耿直，但是他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说起话来怎么样，心直口快，尖酸刻薄见义勇为也是好事有勇气承担也能勇敢承诺，这个好事一桩但是不爱学习这个麻烦这个也会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好勇不好学嘛，变成有勇无谋，匹夫之勇生活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学习变通应变能力嘛。因为客观情势不断在变化，尤其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社会人心也是一样，一直在变化，尤其是疫情过后，那我们就必须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跟着随机应变这个就好像诸葛亮所说的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力，则所向无敌什么意思唯有从应变中去促成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其实一般人是这样子工作碰到低潮他就对工作意兴阑珊提不起劲也不想再承担的啦。即使呢，志工也是一样，参加活动也是人来心不来的啦或碰到一点变化就起烦恼，碰到一点人事就很灰心碰到一点不顺就很烦心像这样就很容易失去什么热情跟真诚那情跟诚没有了，那就是没电的没有电就没有力的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嘛。不过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再来复习一次我简单重点讲就好。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的啦或者死的这条心很多人是这样的解读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人生最哀莫嘛，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的啦，就刚刚讲嘛，死板板的啦，硬邦邦的啦，变成意兴阑珊，得过且过，态度消极，精神萎靡，这个现象叫做哀莫大于心死睡得好，我们如果晚上睡得好就是让身体充电嘛。做的欢喜就是让心灵蓄电噩梦或乱梦太多的睡眠，就像一个漏电的电池一样怎么充也充不饱睡得再久，醒来还是疲惫不堪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其实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是我们无法掌控躺下去就会做梦那如果噩梦连连不只是乱梦，如果是噩梦连连，那这个就更辛苦了。甚至好像《地藏经》里面所讲的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意思就是说梦到恶鬼了，或梦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了，这些都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有关有这样子的现象，就代表我们的气不旺，气虚啦，也可以讲作是稳度较弱啦。那这个在生病的时候呢，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或念头偏差的时候呢，更为明显我们以前读书会讲过一集，我忘记是第几集了主题叫做念头偏差，业障就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啦。有些人的大脑在睡眠中呢会更活跃这个导致他们透过做梦
去体验更多的情景跟梦境呢。那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因为压力啦跟情绪的关系这个也会增加做梦的频率跟清晰度因为梦呢是大脑处理跟应对情感的方式之一其实环境因素像声音啦、光线啦、温度啦等等，这些也可以影响到梦的内容跟它的频率以上这些因素如果共同作用的话就会导致一些人呢比别人更容易做梦，而一旦多梦，就会影响我们睡眠的品质跟身体充电的影响我们身体充电的效果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那身体能够有效的养精蓄锐的话，也就是能够边做边充电的话呢，对我们应对事情或者处理事情呢至关重要有一句成语叫做厉兵秣马厉兵秣马这观念很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平时就要磨好兵器喂饱战马，把平时当作战士战争的战心里是保持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用心做好战斗前的各项准备就好像前面《孙子兵法》讲的嘛，事无有以待之已经准备好了，是老神在在等你这样一旦战争来临自然就能怎么样轻松用法，谈笑用兵那人生的旅程如果想要走得一帆风顺，这种厉兵秣马的心态要学起来，所以不要小看这4个字里面是蕴藏的大道理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一句成语，叫做持盈保泰，也是类似这样的道理也是很重要持盈保泰通常是用来劝人不要太冒进太躁进、太冲动，要懂得把现在已经拥有的先保持住，也就是要先保平安就好，不要奢求天福寿。福寿不是靠求的，是靠做来的。你有在做志工，有在行善布施，为人群付出，福寿不必求，自然就有。你自己没有在做，别人再怎么样祝福，你也收不到了这个是正信的佛法那为什么持盈保泰的观念很重要呢？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你随时随地都拼尽了最后一份力气，没有保留实力那么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束手无策啦，你气数已尽了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事态恶化而无能为力嘛这样以前所有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眼睁睁的看着事情坏掉所以人生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必须随时有所准备，懂得持盈保泰啦。那无论是厉兵秣马或持盈保泰呢，这种生活哲理都要提前学习跟准备才会有备无患嘛否则会来不及什么来不及第一，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第二，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的，因为你没有准备事情就没办法应付啦。所以一些成语像蓄势待发，我们刚讲蓄势待发啦、养精蓄锐啦、厉兵秣马啦、严阵以待啦，还有什么我们平常讲的超前部署对，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这些都是成语的文字，看起来都很简单很容易懂，但却是人生的大道理，都是在比喻任何事情都要随时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其实储蓄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先有存款你才有能力付款付款能力嘛那储蓄有2种，一种是储蓄世间财，一种是储蓄功德财，2个都同等重要我们读书会的第209讲的福到用时方恨少，里面有提到一个道理，跟今天晚上我们讲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再重点复习一下里面提到平常就要造福跟积福，这样等到临时有事或者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才有跟业主或债主讨价
还价的筹码啦。否则无常意外或业报来了，我们拿什么跟债主谈呢？直接都让你受报了，不是吗？因为福尽悲来啊，你一点福都没有啊，银行都没有存款啊，对，账单一来就是没有钱还啊，不是吗？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讲边做边充电，不要做累才充电。其中边做边充电的意思，就是在提醒我们，正确观念的养成呢，也是要做中学，学中做，齐头并进啊。碰到问题或付出代价再来学习，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都是这样，不是吗？至少能够经一事长一智啊。然而这样做还是属于后知后觉，事情发生才来学习，是后知后觉嘛。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洞察先机，预先防范，而不让问题发生了，这是先知先觉的境界了。这种功夫是更高一等啦，这个要有边做边学习的心态，也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与时俱进，随时培养好克服问题的能力呀。那边做边充电这句话也是在譬喻什么啦？一边赚世间财，一边还要累积功德财，因为世间财带不走，功德财是如影随形啊，叫做唯有业随身嘛。人如果经常让自己处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个境地之中啊，那这样的喜悦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活力。而如果是学佛者那欢喜心更是不退道心的条件之一耶，很重要耶。学佛要道心不停退，有5个条件，我们重点讲一下发心如初就不会退转，心中有法就不会退转，做的欢喜就不会退转，精进不懈就不会退转，信根坚定就不会退转了。这5个条件呢，可以讲一堂课啦。5个条件都具足呢，就是力量的活水源头啊。总而言之啦，要学习就要勤劳，还要脚踏实地。所以说，学海无垠，勤是岸。勤劳的勤啊，那佛家也说法在勤中求啊，都是强调一勤天下无难事啊，也强调千里之遥始于一步。想要投机走捷径，或者要或者想有什么速成班，那是行不通的必须一步一脚印的脚踏实地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边做边充电，不要做累才充电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